住在老房子的顶楼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郑州西郊作为老区呢，是有很多老房子的。我们家这个房子相对来说还比较新，距今也就只有20年的时间，但是光看看楼顶就知道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当年铺的防水层已然完全风化掉，而且以当年的设计标准，并没有一个实心的隔热层，而只是用砖头和水泥板搭建了一个空心的隔热层，因此呢，防晒效果是有一些的，保温效果几乎没有。再加上年久失修，其实到2016至2017年左右，尤其是阳台的楼顶，在大雨期间已经出现明显的渗水状况，就像现在这个熊样，这样，还有这样。因此呢，楼顶的维修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但是呢，如果让我们单独承担维修楼顶的费用，的确有点力不从心，并且感觉到吃亏的味道。关键是我们也不专业啊，都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帮我们维修。因此呢，2020年春天的郑州老城改造计划的确帮助了像我们这样顶楼的住户大忙，毕竟不需要额外掏任何费用嘛。具体的改造方法就是往楼的外侧贴保温板，相当于给整栋楼穿了一件棉大衣。至于楼顶呢，首先将原有的材料全部铲除掉，打蜡式的打上一层防水层，再用火焰喷枪贴上沥青防水膜，最后在楼顶铺上实心的可以踩踏的保温板。工程队的任务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当然，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肯定还是想再精益求精一些，毕竟基础都打好了。于是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又做了一些额外的工作。首先是清灰，因为真的是沙尘满地。之后呢，在沥青膜上涂抹了2层透明的水性防水漆。这种水性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将那些看不见的凹凸不平的小缝隙给填平，不但可以在沥青膜上打底，为将来涂抹防水防晒漆做准备，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处理排水管的时候会用到。由于排水管是嵌入楼体之中的，经过这2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排水管本身以及排水管与楼体的连接处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缝隙。因此呢，在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顺着这些看不见的缝隙，慢慢的渗透到天花板的顶部。这也是为什么阳台所在的天花板是渗水最严重的这么一个地方。因此，在我涂抹了数遍水性防水漆之后，这种现象就得以解决，不再渗水了。之后呢，就是涂抹这种白色的防水防晒漆，最后呢，再贴上这么一层5厘米厚的保温层，之后呢，再在保温层上面再涂抹几次防水防晒漆，就算大功告成了。毕竟阳台的天花板是隔热防水的最大短板，一定要认真对待。全部处理完是什么样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阳台的天花板，这是除阳台外其他房间的楼顶，也就是将4边的走水道都做了防水和防晒的处理。此外有个细节，就是将保温层和墙体之间的缝隙用水泥又好好做了一遍填充，之后又用防水防晒漆在表面又涂抹了好几次，这样就能避免雨水顺着墙体与隔热板之间的缝隙流下。在2020年呢，借着老城改造的东风，我把这些细节给补完之后呢，我本来信心满满的以为之后即使下再大的雨也不会出现问题了。但是呢，2021年的720水灾告诉我，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注意到，问题就出在这个排水口上。由于瞬间的降雨量实在是太大，排水口呢已经完全被淹没。大家可以看到，排水板的内侧和沥青防水膜啊，它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因此呢是有缝隙的。我在2020年的时候并没有很在意这个细节，毕竟在郑州住了这么久了，觉得郑州不会有那么大的雨嘛。结果呢就被720雨灾给教育了，由点到面，渗透的几乎半个墙都是。雨过天晴，就将这个漏洞及时堵住了。不过呢，抛开这个意外，整个楼顶呢都顺利的通过了720这场大考。这也提醒了我，住在顶楼，每年的观察与维护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就像这些肉眼可见的可以自己处理的小毛病，修补好了就不会再有相关的问题了。如果放在那儿置之不理，小问题终将变成大问题。因此呢，在郑州夏天6月份的干季，我会花2至3个小时将楼顶用水好好清理一遍，同时仔细检查看有什么潜在的问题需要修修补补。虽然是有点麻烦，但这毕竟是咱自己的屋顶嘛，这样的劳动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作为顶楼的住户，我们是这次改造的最大受益者。在改造之前，冬天最冷的时候，在暖气非常足的情况下，我们家经常温度只有13、14摄氏度，现在可以稳定的在18摄氏度以上，保温效果大大增强。好了，谢谢大家观看，拜拜。